老婆到底有多香？为什么每次姐夫直播的时候都在闻了老婆之后像喝醉了一样？你来闻闻就知道了，可是你没有机会。第39，姐夫喜欢在哪里吃饭？镜子阳台。第40，害怕以后会失去新鲜感吗？不害怕，其实不会，因为我们没有做的事情真的还有好多好多，就是我来不及做。我们两个生活中有我们很多想去做的事情，想去经历的事情，感觉都还来不及，为什么会失去新鲜感？我希望我们两个一直是那一种热烈勇敢的活着，去尝试着去拥抱所属于是我们两个的生活的那一种，所以不会。官宣时候的心境，害怕居多吧，然后紧张害怕，其他的没有想太多。因为其实我们两个紧张害怕都差不多的，就是两个人都差不多。第一个紧张就是很害怕，因为在一起4年没有官宣嘛，一直是藏着，就很害怕会得不到大家的祝福。然后更紧张的是很害怕，也是很紧张，可能会对他自己的生活以及我自己的生活，大家会造成困扰，甚至对我们感情也会造成困扰。但是目前看来不会啊。还有什么场合想要体验 ？I want to play in the car。在我们的到时候即将拥有的车里面体验。第44，有没有为对方吃醋过？因为什么？很少，其实我不太会吃醋。你看那是我不怎么会让你吃醋，好不好？他也不会让我怎么吃醋，但是有时候我会吃醋。比如说，因为其实李佳华去酒吧玩，他还其实蛮招女孩子的喜欢的，然后女孩子就会过来跟他喝酒，就想要他微信，然后我这个时候就会拿起我的酒杯，我就喝一个，然后他喝完之后，然后我很吃醋，然后我有的时候甚至我说他有对象了，你不知道吗？我就会这样给别人说。离开母林公寓会不会失落？其实怎么说吧，我觉得各种东西各有各的好，各有各的坏吧。失落肯定是有的，就是他们是我前几年一直有住在一起的朋友，并且也是跟家人一样，就是大家分开了肯定会有一些失落，包括他们的一些活动我也没办法参加。但是我是一直觉得，就是我认定的好朋友和我认定的他，即使跟他住一起，我好朋友也不会抛弃我，和包括之前我即使跟我的好朋友住一起，没有跟他住一起，他也不会抛弃我。所以说，就只是时间问题，大家都可以聚在一块儿了。下一个问题46，小新第一次见妈妈会不会紧张？说不紧张是假的，那也还好。你不是说我很早上超级早就起来化了一个妆，而且是有效果的。我妈妈第一次见到我。小新这么白哦，你看李佳华都暗黑掉了，当时我还蛮开心的。但是妈妈是很好相处的，并没有后面也不会紧张。想问小新，姐夫吃大醋，彼此会怎么哄？就彼此会怎么哄？我一般哄他的话，晓之以情，动之以理，以身相许。Oh my god！ 差不多就这样。然后他哄我呢，你买东西。然后就会带我去逛逛街，跟你说对不起，然后他会说你的道歉一文不值，一文不值。买东西倒是就不会说一文不值。哪有很多时候带我去逛街，我也不会挑什么。49，如果只能保留对方在一起的某一个回忆，会保留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会保留他给我买皮肤之类的回忆吧。看到我的白眼了。那你呢？就给你钱，给你买皮肤，你能不能想点浪漫的呀？浪漫的。我觉得我会保留同居后的生活，就是每一天起床睁眼有看到他的时候，然后拥抱的时候有他的时候，哭的时候也有他安慰的时候，这些片段我想保留。哎呀，你好诗情画意哟！本来就是嘛，一到你那里就是都是些什么，烦死了。我是真实，我也真实啊，谁不真实？觉得为对方做过最疯狂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我感觉我们俩应该都是官宣吧。官宣。但是我们两个后来想了想，既然都这么做了，而且也收到就是所有来自你们五湖四海的人的祝福，我们也觉得就是以后的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。你们出门会手牵手吗？会，但不是说每一次都必须要牵着，就是会自然而然的牵手，会自然而然的牵着。对，但除了小新喝酒醉的时候，可能会回家的过程中都会牵着。然后是不是你看就很自然，然后就有的时候我也会喜欢这个样子，挽着他的这种感觉。那你会比较喜欢牵我吗？会啊，会。怎么？你的为什么大宝哥？不是，
人家打饱嗝是吃太饱才打饱嗝，你讲的这个话都让人匪夷所思。你饿了就会打饱嗝。反酸啊，哦，未必。哎第52，小新洗澡的时候有试过继续吗？其实经常。有的时候也是第2次、第3次、第4次也是有的。姐夫吃饭真实时长1年半载。哇哦！哇哦！哎呀，吹牛吹的太过了吧？真的呀？差不多了，40分钟。真的不止。差不多，我算过时间，我从那个时候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算过时间，我还跟李朝他们讲了。你是心算吧，在心里面没有，我看了时间的，然后我还跟李朝他们讲，李朝他们说，那还行吧，能把你照顾好。平时都是谁做家务？我们的分工不太一样，然后像我们会一起倒垃圾什么的，但是比较细心的部分都是小新在做，比如说叠衣服啊，然后收拾一些零碎的东西，然后拖地什么的都是我。现在是有阿姨洗碗，以前没有阿姨洗碗的话，我们俩也都有做，但是我做的会稍微多。其实我觉得像这些细节方面的东西，其实因为2个男孩子嘛，其实我很多时候并没有觉得什么事情都要他来做，什么事情他都得做完。我觉得像生活中这些小细节，其实他做一点，我做一点，彼此看着彼此都在为生活在进步、在努力的那种感觉，就都在尝试着照顾对方那种感觉，我很享受，我也很喜欢。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样子。小新平时穿什么姐夫会10更？不穿的时候，穿什么其实都还好，就是他跟我抱抱的时候，我可能就会10根，但是不穿的时候会不用抱也会10根。穿件衣服吧你。有画面啊？抱抱。这种不会，这种是很官方的抱。你平时可不是这样抱我。平时怎么办？你平时抱我不是？还有一个下辈子你们还要这样的感情吗？答案是 yes， 下辈子也是要这种感情，并且我下辈子还要遇到他。你下辈子还要遇到我吗？喂，你迟疑了，你迟疑了，可以呀、我没有，你迟疑了，我在想，你这有什么好想的？每个人，但是我觉得每个人只有一辈子，就这辈子我们要生活好。你不要给我转移话题哦。我没有转移话题。需要想吗？我没有想啊。你刚刚你说你在想，你反过来说你没有在想。其实我在想，人真的会有下辈子吗？哦，是这个意思。那如果有下辈子，那肯定远游，因为我希望可以保留今生的记忆。你想的有点多了。当初为什么是小新去找姐夫，而不是姐夫去找小新？你说的是，他应该说的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。没有谁找谁，因为那时候他比较有空。我当时就比较有空，而且我也因为当时大家都知道，其实因为我们是2月份认识的，我们7月份才见面。虽然说从中途就在一起了，但是真的是没有空，中间一直大家都是属于聊天，我那时候也还在读书啊，然后开视频，一直没见面。其实我是忍不住的，我是很迫不及待的。然后他刚好当时又没什么时间，然后他就说，要不我们往后推一推，我来找你。我说别推了，我说我有时间，我直接来吧。然后我就直接订票去了，就是这样子。我是当时觉得太久了。当时你朋友有没有说你是赔钱货？有。每次接吻的时候心理活动，我没有什么太多的心理活动，可能就是占有吧，感觉，就是有一种占有融合。啊，对不起。占有说不应该这么说。占有，我说的占有不是打上的那个占有，不是融合，不是融合。我跟你可是，你跟我是融合，我跟你是入侵，不一样。怎么样？我录不下去了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？哦，小新吃饭的时候哭的次数多吗？姐夫会在小新哭的时候停下来。我讲真，哭的次数蛮多的，我可能10次不说9次就有5次哭。我是真的很爱哭，大家都知道。我不知道经常哭，还喜欢看我哭是什么心理？你这些人还喜欢看我哭的。小新，我会不会在他哭的时候停下？不会啊，我觉得要把一件事情就要从头到尾完整的做完，所以我不会停下我的脚步。
留着歌词呢。沉默加速度是我的脚步。你在笑什么？而且我没有人会心疼我。而且我有时候觉得他的哭是，你知道人开心过头会哭泣，我可不是喜极而泣哦。我是觉得他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他其实偶尔他有的时候哭的时候，我可能会停一下，然后他就跟我说继续啊，闭嘴啊！给彼此吃饭功夫打分，好吧？你先来吧，我们手机上打一起展示吧，满分10分。啊！我是8分，我给你打7分。你为什么给我打7分？你说说，还有3分少在哪里？及格线嘛，因为怕你满足，就永远都有进步的空间。希望你可以做得更好。我也没有满分了，再来，你很棒呢，但是还可以更棒。那我可能就觉得李佳华有的时候不爱，他不会传戏，就是我不会发出声音，我是一个很沉默，我在那个工作里面我是默默的一个状态。他会说话，但他没有声音。我很希望他有一点声音。我没有声音，我觉得你要改正。好，尽量。我觉得你要有声音，他没有声音，因为根本整个房间都是我的声音。我是很极端的，我以前是很爱聊天，但是我后面就是话都不想说，就是很专心的在做一个事情。我觉得这样就好。不好，体验感很差哈，退货。吃饭的时候有失败过吗？或者体验？刚好就这个问题，体验很差的一次，最后怎么哄好？有失败过，有两个人体验都很差的时候，就我的体验吧，大多数我的体验，然后我就说，睡觉，我真的要睡觉。其实现在没有了，刚在一块儿那个时候会，然后我也没有，我其实没有给他留面子，我当时就跟他说，我说算了，睡觉了，我说我真的体验感很差，不讲话，在沙发上坐着，我就很无语。然后他就过来一堆大道理。宝宝，这些东西都是要靠彼此一起去摸。我没有。他说：“你真的听我讲，是不是你说的话？大家听着就知道是他。这些东西都要靠彼此去摸索，彼此去磨合。”这一段我真的不会撇。你说这个？如果可以怀孕的话，会生一个吗？如果可以怀孕，我们早就生一窝了，因为我们基本上。你说。哎，你说什么呀？展开说说姐夫当板鱼大哥的事。其实，当时是因为我很早就做自媒体了，然后那个时候没官宣的时候，他就创了一个小号。因为当时其实直播间没有什么人气，然后也经常给别人欺负，就像夏天会让我套5个厚棉袄的那一种，就热出痱子的那一种，然后他们就等等会经常被欺负，然后他就看不下去的时候，他就会当时一直当榜一大哥。我有时候看到的时候给他身上跳。对方让做什么会让自己感到不快？哎，你先说。我先听听你的吧。我先听听你的呀。就是我不喜欢他玩游戏的时候赖账。我什么时候赖账了？啊，撒泼！但是我最后赖不赖账？我问你。我最后赖不赖账？反正我们录完这个，我们就得去。我就问你，我最后赖不赖账？我会撒泼，但是我到最后会不会赖账？不会吧？但是我今天就是我们今天在直播的时候赢得了我的一个惩罚，就是我自己今天晚上可以尽兴。你很会诬陷，但是他不尽兴。我今天会在这条评论下面告诉你我到底尽兴没有，好不好？等下我们录完这个视频，我们就要去尽兴，我看他赖不赖。好，这个就是我给你施加压力，这是证据。到时候他们剪到看到这一期的时候，他们会回顾到今天。今天是1月9号，开始吧。你说什么让你感觉到不快？你说呀，你看又开始撒泼了。你说，让我感到不快的地方就是前几年异地的时候，谁发的信息比较多？没有去算，因为大家都发很多。都发很多。其实我们两个的信息很长，就是经常我清理手机的时候，发现跟朋友啊，或者在群聊天就只有，比如说最多就1GB，然后我跟他有好几十个 GB， 内存超大还舍不得删的那一种。就同居1年的聊天记录，没有一天都在分。突然间还想到一件事情，就是第一次我们那时候我在北京的时候，然后我们第一次吵架，就是有一次在争手机的过程中，不小心滑到了我的那个删除
然后把我跟他的聊天记录删了，就是最开始认识的那几个月的聊天记录删了。我去测哭了，大哭了一顿，然后后面进那个环境的时候，赖亚欣也在哭。我们两个人就在那，然后他一边哭一边跟我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现在就在找怎么恢复，结果也没恢复回来。”然后李佳华就在那，你吵架就吵架啊，你删别人聊天记录干嘛呀？很搞笑的一点哦，就是哭着哭着，不知道为什么又开始探讨宇宙的奥秘了。然后那时候旁边住的是小豌豆，他就在那边敲那个墙说：“你们差不多一点啊，吵死了，大半夜的。”如果以后跟家长的想法不一样，如何说服家长？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李佳华一直在准备的东西。其实，大家看到我会比较强势一点，但其实更多我其实很多东西还是觉得还是在靠着他，就是他是我最温柔的港湾的那种感觉。所以李佳华就是一直也是让自己变得更优秀一点嘛，就是他也知道他如果优秀了，我也优秀。我也优秀了以后也更有底气，就两个人会越来越优秀。其实讲句简单的，其实就是好好工作，你自己有能力以后，你才有跟家里面的人去坦诚的一个资本吧，我觉得，是不是？努力多挣点钱。有一个不是粉丝问我们的问题，就是我自己想问的，就是你觉得我官宣前好还是官宣前后好？就那你觉得？我觉得各有各的好。官宣前你会比较腼腆呀，你会比较怎么样？但是其实官宣后，我们两个现在一起在努力，然后也一直在记录自己的生活。就是你也让我感觉你有更多的对我照顾，更多的责任心，然后也会让我会感觉就更有安全感。所以你说人从以前走过来都是会变化的，你说这4、5年走过来，其实变化我感觉每一个阶段都很好，但是很多变化未必不好，其实很多变化都是好的。我真的觉得你可以去当那种演讲家，我随便问了一个无聊的问题，你都可以噼里啪啦的说一个。是真的呀，但是你问我，我是真心发自内心的呀。就像快问快答，就你不能想的，3秒钟不想。喜欢什么颜色的车？黑色。你在脑海里都有画面了。你没有黑色，那车的颜色都可以调。你想好调什么颜色了吗？5颜6色。其实对于大家了解的我们彼此现在是什么情况的话，其实刚刚跟大家说了是，热恋的一个情况。其实生活中也少不了会有小吵架、小摩擦，甚至有的时候我会刻意的去制造一些不开心，就想让他哄我，这就是一个现状。就其实有的时候，不知道，其实有的时候根本都没什么的，然后我会故意生气，然后就想让他来哄我，会制造一些这些平时生活的一些小插曲，然后哄着哄着，反正快乐的事情就来了。所以我感觉我们两个相处，其实生活中也有很多小乐趣。为什么说保持新鲜感4年还不变？我觉得这些也是彼此的相处之道吧。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，然后之后大家如果有想看的什么视频，或者想问哪些问题，都可以在评论里面或者是私信告诉我。对，以后都会多多给大家更新长视频。希望今天的视频以及以后的视频大家多多支持，一键3连，然后以后的vlog日常会多多给到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对，这个平台会以日常居多的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拜拜。前面一直在那说什么你会卡掉，我跟你说你敢把那段卡掉，我跟你没完。